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那有观众就要求我做新版的新手教学。那其实我距离新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在这个游戏已经7年的时间了。那如何证明呢？你们可以看我的神射手召唤的时间呢，是在2018年9月21日，是很早很早的老屁股了所以这边我会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们在早期 KVK1、KVK2 的时候要选择哪一些统帅去培养，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避免新玩家会犯错啦。当然如果你是新玩家有其他的疑问的话，也可以询问我。那首先推荐一些紫色的统帅吧。在紫色统帅里面，其实我最先推荐的就是用孙武。孙武一直以来都是玩家特别推荐的统帅，不管是主播也好，一般的玩家也好，实际使用下来的效果是比起其他的紫色统帅来的更好，它表现也是很优异的。主要是因为它觉醒技能你们可以看到它从原本3个敌方部队变成5个敌方部队，可以造成大量的直接伤害和额外伤害，并且增加怒气。像早期 KVK1、KVK2 的统帅要有 AOE 的其实会比较少，就算是来到了 KVK2 的统帅呢，也是没有多少位是有 AOE 的。在早期就只有李成桂、孙武、楠木。金色统帅方面呢，就穆哈默德，那艾塞尔弗莱德我们也可以算在里面啦，因为我们在 KVK1 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获得了，只要你在远征那边完成了任务。除此之外 KVK1 的统帅似乎就没有多少位统帅是有 AOE 的，但是金色的统帅对于早期的玩家来说培养成本还算是比较高的。紫色统帅觉醒的速度会稍微快一点还有拜巴尔我忘记了他也是有 AOE 的，但是拜巴尔他的 AOE 是没有怒气恢复的，所以他的技能释放会比较慢一点点，但他这里是有一个 debuff 啦，减少对方的速度。可是如果你是站着面对面跟敌人打的话，其实也没有必要用到减速啦，除非对方在拉扯，又或者是他在跑，那可能就会需要用到减速效果。否则的话，比较起减少对方的速度，其实怒气会比较重要一点。并且孙武他这边虽然是800的伤害，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1秒对命中的部队造成1次额外伤害，所以他的伤害其实也是很可观的，其实跟拜巴尔算下来也是差不多的。更别说孙武他还有技能伤害的提升，然后拜巴尔的技能是完全没有其他的额外技能伤害提升，所以算下来在 KVK1 的时候，在早期你没有这么多金头的时候，投资在孙武是很值得的。当然这个是以前啦，现在我们还有更加多的选择了，所以孙武不一定要去培养，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早期的玩家能够培养孙武的话就尽量去培养，至少你 KVK1、KVK2 的时候还是可以继续使用孙武的，在你不够金头的情况下。那第二个比较推荐的就是硬核天，那如果你是用简体中文的话就是伊姆霍特普。那我会推荐使用它，不是因为它的伤害有多高，数值有多高，而是因为它的 buff 跟 debuff 效果。因为在早期统帅都偏比较硬一点，应该是讲我们统帅的伤害其实都不太够啦，所以像它这边的 debuff 可以让对方受到的所有伤害提升 30%， 还有减对方的怒气，让对方释放的怒气慢一点，其实这个效果是蛮好的。并且如果你们想要弄一个完完全全的 debuff 队伍的话，也可以考虑用伊姆霍特普来搭配海尔曼紫色版本呢，可以造成一个沉默的效果，还可以再降低对方100点的怒气，就变成说你的工兵队伍就是完全在做 debuff。 但是也不是只有 debuff 而已因为海尔曼他的伤害其实也算是蛮不错的，在早期有1150点。这一早期你们如果有孙武的话，要配哪一些统帅会比较合适呢？那如果你想要硬一点的话，其实你可以搭配 CP， 因为他是领袖统帅嘛，所以其他的统帅要跟他搭配在一起也是可以的。 CP 的主要作用就是让你的部队变得比较硬，受到的伤害减少，还有提升自己的攻击力等等，有 buff 跟 debuff。 但如果你是想要孙武跟另外一位统帅搭配在一起有伤害的话，就可以选择比约恩。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介绍呢，都是围绕着孙武那一开始如果你们真的是想要去培养孙武的话，你们可以在早期选择的文明就是中国文明。那如果你是国服的玩家就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国服的顺序是你们先选择了统帅之后才来选择文明的，所以国服的玩家会比较直接一点直接选择孙武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国际服的玩家就要选择中国文明，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拿到一个孙武，但是并不是觉醒的孙武，你要觉醒的话还是得放金头下去啦。那我刚
刚所讲的统帅呢，全部都是早期 K1 的统帅。如果你是到了 K2 开始，你可以开始去培养一些远程统帅，因为远程统帅不管在什么时期都好，他的报告都是不会太差的。但是远程的收益高，他打到的那些击杀会比较慢一点啊，因为他要慢慢去射地方嘛。然后远程需要一定的操作性啦，就是你除了自己近战的部队要去管理之外，你还要特别去注意一下你的远程，不然你的远程部队可能会被你的敌人给打死。所以为什么远程要等到 K2 才可以使用呢？是因为这个阵型系统在 K2 才会出现。那阵型的方面呢，就需要用到雁行阵。一般的统帅大多数都是使用协行阵，就是技能伤害提升。那在第一跟第二赛季的时候会用到其他阵型的统帅其实很少啦，所以基本上你们在 K2 的时候只是需要投资在协行阵跟雁行阵就可以了。但是等到后期的话就不太一样啦，可能你们要看我近期的影片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啦。所以如果给我做一个选择，一个排行榜的话，在紫色统帅方面呢，有哪一些是必须要优先去选择培养的呢？我个人排名第一是孙武，第二英和田、樱木霍特普，第三比约恩，第四贞德，第五拜巴尔，第六西皮。那假设说你们有其他的用途，就比方说你想要去扫田什么之类的话，才额外去培养贝利沙溜，因为他的速度是跑得比较快的。在早期的时候，他跟曹操、兰斯洛特、龙骑士这几位统帅，你们都可以搭配在一起去扫田。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要被人家抓到啦，如果你被敌人给抓到的话，你就会很伤了。但如果你去打别人的采集部队的话，别人会比较伤。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期玩家发育会比较慢啊。如果你们想要发育快一点，打野蛮人存在的话，可以去培养洛哈。洛哈除了他对野蛮人造成的伤害会比较高之外，他还有回血的部分，然后统帅的经验值也会拿到比较多，主要是他回血的机制会比较大一点啊，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去培养洛哈，或者是布迪卡其实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打野蛮人使用。但是洛哈获得的方法会比较特别一点啊，你们可以通过这两个道具去召唤，然后就会在联盟礼物那边拿到一些洛哈的雕像。那么这里再额外增加一个小贴士啦，因为早期玩家要拿到雕像是真的很难啊。如果你们想要快点拿到雕像，去把你们紫色统帅给觉醒的话，尽量把每日的任务完成。还有你的 VIP 商店这边记得要去领取，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建议你们尽量把 VIP 提升到 VIP 14啦，可以每天拿到3颗雕像，金色的雕像。这个对于后期会比较重要一点啦，因为在后期紫色的统帅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用了，这个只是给你们早期开荒要玩的时候可以稍微用一下啦。还有尽量去完成一些活动哦，有些活动也是可以拿到雕像之类的。但是新玩家要追的东西太多了啊，你们可以看到在后期有这么多的统帅你们要追会比较困难一点啦。那么早期紫色统帅培养暂时先讲到这里啊，其他的统帅要么就是采集，要么就是它的效果并不是到特别好，所以我本人就没有推荐到其他的统帅哦。不过紫色统帅其实还好啦，就是你投资下去也不会觉得太后悔啊，因为紫色雕像现在很容易获得，毕竟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还是有很多库存呢，基本上到后期都可以把所有的紫色统帅都给觉醒了，并且如果你平时有完成一些任务的话，你应该会拿到一些钥匙，包括金钥匙跟白银钥匙。你拿到大量钥匙之后，就可以来酒馆这里开箱，然后召唤一些紫色统帅，所以在早期觉醒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但只是后来就不能再专心培养紫色统帅，你们要开始培养一些金色的统帅了。至于军器方面的问题呢，基本上不需要太担心啦，你们在 K2 就搞2个阵型先，到了 K3 你才要正式去投入在其他阵型上面。关于阵型的部分，我在之前已经有做了一个影片攻略啊，8个军器系统注意事项，你们可以去看这个影片。那剩下的就是要介绍金色的统帅啊，不过那个可能等到下一个影片再跟大家介绍吧，因为金色统帅有点多啊，也是要仔细跟大家讲一下，说明一下，还有统帅置换系统等等这些东西。那之后也是要在装备方面呢，也是要跟大家细说啊，如果你是新手玩家的话，也是要稍微讲一下战力提升、训练兵种等等，新手玩家有很多东西要学习。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是老玩家的话，也可以给一些新手玩家一些建议啦。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